披荆斩棘的哥哥已经进入半决赛分组选歌阶段，武功对决一触即发。但这一次的分组并没有给观众带来太多惊喜，反而处处都是意难平。一个意难平是大湾区5人组被拆分，谢天华、林晓峰、梁汉文3名成员进入李承铉队，人气较高的陈小春、张智霖则成了张晋阵营队员。另一个意难平是街道办事处老大哥赵文卓丢失了所有小弟，他进了李承铉队，而最支持他的队员热狗却进了张晋队。好兄弟惨变对手，2位老大哥带领的大湾队街道办事处都没能一起作战到最后，让他们的团粉颇感意难平。但此次分组更突出的问题是全员选择权的萎缩。按节目组规则，原有的4个队伍将合并为2大阵营，队长也变成由4进2。上一期的冠军李承铉队全员保留，李承铉的队长位置也顺势延续下去。另外1位队长由其他3名老队长中按个人票数选择。备采中，赵文卓、陈小春都很希望继续带队，但票数上却是原本想放弃的张晋当选。团队表面上由2大队长与队员们互选组成，但其实节目组干扰很大，并不似浪姐般可以由队长与每位队员互选，而是大部分人都被动接受分配。他们规定了李承铉原始团队不能变动，且余下成员里的人气前6名自动归到张晋队。这样一来，基本上2组成员已经确定了，双方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空间。张晋队原始成员加上节目分配的人气成员后，只剩1个空缺，所以全场只有1名成员走向存在不确定性，其余所有人都要自动归到李承铉队伍，分组的惊喜也间接丧失，基本上就是李张原始团队上再加新成员，加薪还是节目组变相分配好了的，哥哥们并没有太多自己选择的空间，队长同样如此。而且新的分组模式对4公冠军李承铉队略有点不友好，同样是原始团队加上新成员，人气高的都被自动归到了张晋队，李承铉队的平均人气便降低了，这让不少观众怀疑节目组有把李承铉队捧到半决赛祭天的嫌疑，纷纷为李承铉队鸣不平。但节目组一开始的出发点应该是让2个团队人气平均，4公冠军李承铉队的总人气较高，如果再吸纳大量高人气成员，很容易让2组人气失衡，过于一边倒的比赛可看性不高，势均力敌的角逐才更有意思。但节目组显然没有考虑到人气与李承铉队相差不大的张晋队也选择了继续保留，导致除李张2队外，哥哥去处直接被固定，反而是张晋队总人气后来居上。也有观众质疑张晋队抱团，如果不是他们团队全员选择原封不动，这次分组还是可以创造出一些意外惊喜的。但按 P 哥节目组制定的规则，想不让这些哥哥们抱团都难。乘风破浪的姐姐第1季总决赛出现了宁静刚成团就想退团的尴尬场面，后续的采访还出现了宁静队与李斯丹妮队穿衣划分，导致出现了大量不合话题。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一定程度上便与半决赛提前锁组有关。2个团队成员都持续合作过2次以上的公演，已经凝聚很深的团魂，打破重组便需要时间磨合。总决赛看到队员被淘汰，自己要与对手组队，出现失落感完全在情理之中，这是提前锁组存在的弊端。而这一问题到了 P 哥更加严重。P 哥的规则是赢的队伍只吸纳新成员，老成员永远不变动。这种情况下，人员流动性瞬间被降低。要知道，当一个队伍已经磨合成熟，便很难分开。5公的张晋队与4公的陈小春队就是典型代表。4公分组时，陈小春队原封不动，就曾被观众质疑抱团，当时观众尚且以为这是大湾区独有特色。4公成功挖了赵文卓队墙角的张晋，还曾调侃大湾队一直没变动，太没意思。但是到了半决赛分组，追求组合有新鲜感的队长张晋，也如陈小春般选择与队员提前打招呼，优先考虑把原始团队固定下来，这是很微妙的现象。张晋队在4公愿意到处挖人，并不是他觉得与队友分开很难过，而是因为他的原始团队只有3个人，本身就没动过，就不存在情感挣扎。真正被拆分的其实只有一个赵文卓队，这还是因为赵文卓太大意导致，他没有提前与队员打招呼，所以当成员有新选择时，他们离开的负担便少了很多。5公分组时的白举纲，因为老队长张晋没有第一个选择自己，他被李承铉选择时便产生一点犹豫，但因为张晋已经提前约定好，一定程度上稳了军心。节目组从1公开始便锁组的操作，决定了 P 哥的团队必然会抱团。正如张晋向陈小春
热狗等人咨询选人意见时，他们都倾向选老队友一样。有了团魂，情感便容易凌驾于理性之上，两者很难兼容。不是他们刻意抱团，而是个人感觉使然。而他们的感情加深，又是由规则营造的环境造就的。整体来看，P 哥锁组规则让全员的搭配惊喜少了很多。到了半决赛分组问题彻底暴露，引发了疑似拿李承铉队祭天、张晋队抱团两大争议。但有失也有得，长时间的锁组也酝酿出大量小分队看点，比如人气出圈的大湾队街道办事处，综艺里受宠，综艺外还有不少衍生看点。大湾队因为人气太高，组员之间有浓郁的兄弟情传递。在 P 哥尚未结束，便拿到了节目组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新综艺《大湾仔的夜》。以赵文卓为首的街道办事处有不少创作型歌手，即使没有节目组厚爱，他们也自己琢磨出了对歌，场外看点很足，相当有挖掘空间。李承铉队与张晋队因为原始成员较小，团队私下的一些看法，便没有人数较多的队伍的冲击力强。但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也慢慢有了自己的粉丝群。作为中年男团养成综艺，P 哥的规则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它扼杀了成团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嘉宾的选择权，大多时候都是被动接受。但作为主打兄弟情的综艺，P 哥规则却是利大于弊的。尚未成团便先捧红了大湾队，街道办事处概念便是证明，节目组要的便是推出各种小分队。或许参考了沈梦辰在浪姐时期全员成团谁有时间谁上的建议，P 哥对这个创意进行了优化升级，改成无论成团多少，个性化的小分队都能有看点。如此一来，分组如何其实也不怎么重要了。成团之后，各类小分队的售后服务能跟上，对喜欢他们的观众来说应该会更惊喜。武功中也有很多名场面，比如应采儿、袁咏仪、蔡少芬等知名演员会现场助力。从这里的人气来看，李承铉组就很吃亏了，他们组的嫂子团只来了2个人，分别是张琪的妻子维嘉和赵文卓的妻子张丹露。比较遗憾的是，李承铉的老婆戚薇没有过来，因为她在拍电视剧《显微下的大明》，而人气较高的黄贯中老婆紫霞仙子朱茵也已经回港，没能过来。张晋组还是以3局2胜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张晋组淘汰了陈辉一人，李承铉组淘汰了2个人，分别是 Ricky 和梁汉文。另外，按照比赛规则，获得胜利的组可以复活一人。陈辉和李文迪返回了舞台。之前很多观众觉得陈辉的离开有些可惜，当时按照比赛规则，陈辉选择主动离开，非常有担当和责任感。但是他复活的时间较短，到武功的时候也是哥哥们的最后一轮表演了。但是陈辉到武功的时候又被淘汰了，算是2次淘汰。陈辉是面孔乐队主唱，嗓音比较独特，他平时还扎着个丸子头，有一种清风道骨的气质。另外有一个比较幸运的是李云迪，当初在3公淘汰的时候，观众们就有些意难平。他是钢琴王子，每当他弹琴的时候，就是一脸陶醉的样子。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林志炫和李想为了分词产生分歧的时候，李云迪在一旁抑扬顿挫的弹钢琴，为2人争吵伴奏，非常喜感。虽然成团的名额还没有出来，但是按照总体的表现来看，李承铉和张晋算是黑马一样的存在，或成最大赢家。李承铉顶着戚薇老公的名号在娱乐圈行走了好几年，后来一登上了舞台演唱《天上飞》的时候就惊艳了观众。而跟李承铉的一鸣惊人比起来，张晋则显得厚积薄发。观众以为张晋仅仅是一个武术演员，他的唱跳并不出彩，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想选他。不过他慢慢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之后，又成了香饽饽。从剑舞、格斗、rap， 他好像什么都会。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小透明，成长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队长。张晋相当于拿了逆袭剧本。除了李承铉和张晋之外，黑豹乐队的主唱张琪也通过这个舞台展现出他的演唱实力。张晋和李承铉原来在娱乐圈也有那么一点热度，而张琪就完全是从天而降的了。很多观众就是通过《披荆斩棘的哥哥》这档节目才认识张琪的。这几位哥哥无论是否成团，已经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他们，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赢了。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娱乐资讯，就赶快关注于姐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